为什么你的双脚跳杀软弱无力？架拍正确，击球时机正确，但为什么就是杀不下来？为什么高手的跳杀可以一锤定音？发不上力，杀不下去，真的不想在后场买房了。侧身起跳的奥义到底是什么？一个视频让你拥有发力通透的后场重炮。Let's go。上期视频主要和大家讨论了跳杀时架拍框架的完成与何时开始顶肘击球。可是为什么学会了架拍框架与击球时机，还是发不上力呢？跳杀从起跳到最高点都只是架拍框架的完成，从最高点下落的瞬间才是发力击球的开始。这期视频我们详细解析架拍完成后如何正确发力击球。首先，我们要先明白侧身架拍对于发力的意义。侧身架拍是为了更好的完成力传导，换言之，不是应该如何架拍，而是怎样才能使力传导更充分。而重心转换是实现良好力传导的基础。重心转换是在重心从右脚到左脚的转换中，实现由右腿发起，引起核心牵拉再收缩，从而带动手臂甩出作用于击球的力。重心转换是实现良好力传导的基础，而能否实现力传导的关键是核心区的牵拉与收紧。高手的跳杀力量更强，就是因为起跳可以在转换重心中更大程度牵拉核心区，再由核心收紧带动手臂挥出更大的力。为什么有的球友起跳反而没原地杀得重？因为跳杀对于重心转换与核心区收缩方式要求更严格。那么如何正确使用核心区带动发力呢？核心区发力方式主要有两种，第一种是左右转体带动手臂前挥，第二种是上下卷腹带动手臂前挥。第二种的效果，后场发力羽毛球的飞行轨迹就是由后到前，由上到下，与核心区左右转体的发力方向不符。左右转体不仅发不上力，还会让球偏离飞行轨道。想把球打直手臂，就不能被核心带着挥，就会变成这样：单纯用手臂发力挥拍，带着身体转正，起跳后身体反而成了一种负担。正确的力传导一定是身体带着胳膊打球的。现在我们知道身体带动发力的关键在于核心区的牵拉收紧，核心区的收紧方式是上下卷腹，那要怎样组合起来呢？首先架拍时重心放于右脚，右脚发力将重心前蹬于左脚，注意是前蹬不是上蹬哦，上蹬则没有重心转换，会出现无法牵拉核心的情况，能利用的核心力量只有收紧时的一点点是不够的。在架拍中，击球前将重心先前蹬于左腿，会形成一个反弓，充分牵拉核心，因为核心绷紧。此时左肩下拉将带动右肩上抬，右肩上抬至左腿上方时顶肘完成。此时核心做上下卷腹方向上的收紧，将充分带动小臂甩出击球。所以重心从右脚到左脚的转换是力传导基础，因为重心转换决定核心区能否充分拉开，核心区收紧方式是力传导关键，因为核心收紧决定能否正确带动手臂将力传导至球头。所以当我们起跳在最高点完成架拍框架后，要先通过左手带动左肩下拉，使右肩右肘上抬，同时重心再从右脚向左脚倾斜中左脚后拉，带动身体转正。击球时下半身转正，上半身向左倾斜，左肩在下，右肩在上，核心收紧，卷腹发力。注意力集中在阳核心区前方高能。两颗球距离很近，留给阳发力时间很短，但阳依然是核心收紧，带动手臂挥出。
我们来看慢动作，架拍时扬重心在右脚，准备打第一球时，右脚将重心前蹬至左脚，并顶右髋，从而牵拉核心。击球时核心收紧，带动手臂挥出。可以看到击球后扬的重心在左脚，且左脚在原地没动。两球间隙，短时间不足以让杨再将重心放回右脚，来一次重心转换。杨快速将右手回拉至架拍状态，重心留在左腿，从而形成与第一球相同的核心反攻状态。击球依然是核心收紧，带动手臂挥出。注意第二次击球时，杨的左脚离地了，而且在离地瞬间向后移动了点距离，这说明为了尽可能牵拉核心，依然进行了重心转换。这说明杨击球时核心区正在进行上下卷腹发力。怎么样？今天有什么感觉？有，就是感觉以前侧身就是为了侧身而侧身，它没有什么实际的意义。对，因为你有侧身，你才有这个力传导嘛。羽毛球力传导就是一个从上到下的过程，而从上到下最关键的地方就是在于核心能否正确理解。而且感觉，像我之前打球就是一直在用胳膊打球，杀球也是高远的事。就是你是手带着你的胳膊，带着你的身体在打。其实是我的右胳膊在打羽毛球。力传导的关键就在于你的核心区能否把上下两个区域。架拍后的重心转换，将腿部力量传到腰腹过程中，将腰腹充分拉开，拉开的腰腹再收紧，从而带动手臂挥出。你的胳膊它其实甚至可以说你的胳膊是完全没有发力的，它只是被你的核心甩了出去而已。有问题留言我，下期见！祝大家都早日学会跳杀。